玉米的计划。依照郭嘉兴的意思，结了婚，玉米还是待在家里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的比较好。郭嘉兴把这个意思和玉米说了，玉米低着头，没有说是，也没有说不是，一副老夫少妻、夫唱妇随的样子。郭嘉兴很满意。玉米一直待在家里，床上床下都料理得风调雨顺。没想到那一天的晚上，玉米突然调皮了。郭嘉兴和其他领导们喝了一些酒，回到家仗着酒力，特别的想和玉米坐一回。玉米一反常态，却犟了，说不。郭嘉兴什么都不说，只是替玉米解。玉米没有抗争，让他扒。等郭嘉兴扒完了，玉米一把捂住自己，一把却把郭嘉兴握在手上，说偏不。玉米的样子相当好玩，是那种很端庄的浪荡。这孩子这个晚上真是调皮了。郭嘉兴没有生气，原本是星星之火，现在却星火燎原，心惊不要命的荡漾，恨不得连头带脑一起钻进去，嘴里说急死我了。玉米不听，一把扭过了脑袋，不理他。郭嘉兴说急死我了。玉米放下郭嘉兴，双乳贴在郭嘉兴的胸前，说安排我到供销社去。郭嘉兴急得舌头都硬了，话也说不好。玉米说明天就给我安排去。郭嘉兴答应了。玉米这才捋一捋头发，很乖的躺下了，四肢张在那儿。郭嘉兴的浪性一下子上来了，却事与愿违，没做好，三下两下完了。玉米垫着郭嘉兴，搂住郭嘉兴的脖子，轻声说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。玉米一连说了好几遍，越说越伤心，都流下眼泪了。其实玉米是用不着说对不起的，事情是没有做好，郭嘉兴的兴致却丝毫没受影响，反而相当的特别，比做好了还令人陶醉。郭嘉兴喘着大气，突然都有点舍不得这孩子了，还真是喜欢这孩子了。玉米原先的选择并不是供销社，而是粮食收购站。玉米选择收购站有玉米的理由，收购站在河边上，那里有断桥镇最大的水泥码头，全公社往来的船只都要在那里靠泊，在那里经过。玉米想好了，如果到收购站去坐上丝棒员，很威风，很神气了。王家庄的人只要到镇上来，任何人都能看得见。玉米什么都不用说，一切都摆在那儿了。可是丝棒员终究在码头上工作，样子也粗，到底不像城里人。比较起来，丝棒员还是不如营业员了。收购站体面，而供销社更安逸。玉米想过来想过去，琢磨妥当了，自己还是到供销社去。虽说都是临时工，工资还多出2块8毛钱呢。说到收购站，那当然要有自己的家人。玉米最初考虑的是玉穗，可玉穗这丫头蠢不灵光，比较下来还是玉秀利索，又聪明又漂亮，在镇上应该比玉穗吃得开，就是玉秀了。主意定了下来，玉米又有些不甘心，想我垫在床上卖逼，却让玉秀这个小婊子讨了便宜，还是亏了。不过再一想，玉米又想通了，自己如此这般的，还不就是为给自己的家里挣回一份脸面，值得。现在最要紧的是让郭嘉兴在床上加把劲，他快活他的，玉米得尽快怀上孩子，趁着他新鲜，只要怀上了，男人的事就好办了。要不然新鲜劲过去了，男人可是吃不准的。男人就那样，贪的就是那一口，情分算什么？做女人的心里的情分1000斤，抵不上胸脯上的4斤。
玉米刚刚到供销社上班，还没有来得及把玉秀的事向郭嘉兴提出来，玉秀自己却来了。一大早9点钟不到，玉秀来到了郭嘉兴的办公室门口，一头的露水，一脸的汗。郭嘉兴正坐在办公室里，捧着报纸遮住脸，其实什么也没有看，美滋滋的回味着玉米在床上的百般花样，满脑子都是性。郭嘉兴抚摸着秃脑门，叹了一口气，流露出对自己极度失望的样子，心里说：老房子失火了，没得救。其实并不是懊恼，是上了岁数的男人特有的喜上心头。郭嘉兴这么很幸福的自我检讨，办公室的门口突然站了一个丫头，面生得很，16、17岁的样子。郭嘉兴收敛了表情，放下报纸，干咳了一声。郭嘉兴干咳过了，盯着门口，门口的丫头却不怕也不走。郭嘉兴把报纸摊在玻璃台板上，挪开茶杯，上身靠到椅背上去，严肃地指出：谁放你进来的？门口的丫头眨巴了几下眼睛，很好看的笑了，十分突兀地说：同志，你是姐夫吧？这句话蛮好玩的，连郭嘉兴都忍不住想笑了。郭嘉兴没有笑，站起来，把双手背在腰后，闭了一下眼睛，问：你是谁？门口的丫头说：我是王玉米的三妹子王玉秀，我从王家庄来的，今天上午刚刚到。你是姐夫，门口的人说的，你是我姐夫。这丫头的舌头脆得很，一口一个姐夫，很亲热了，都一家子了。分管人武的革委会副主任看出来了，是玉米的妹子，仔细看看，眉眼里头还是看得出来的。不过玉米的眉眼要本分一些，性格上也不像。这丫头像歪把子机枪，有理没理就是哒哒哒哒一梭子。郭嘉兴走到门口，用手指头向外指了指，然后手指头又拐了一个弯，说：在供销社的鞋帽柜